我是赵成，穿越到了一本我前世看过的小说里面，成了里面的恶毒反派。按照原剧情，在1个月后的宗门庆典剧情，我就会被7个美女乱刀砍死，而眼前的灵儿便是其中一个。那个灵儿啊，刚才师叔冲动了，我给你道个歉，你别往心里去。你可不可以先把衣服脱一下？这混蛋还在戏弄我。不过我现在根本杀不了这个金丹期的禽兽，只要等到下个月的宗门大比，就能彻底摆脱他的控制。我绝不能死在这里，只要师叔能消气，灵儿遵命就是了。可以了。上药，他到底在玩什么把戏？难道是想把我的伤治好，再进行更残酷的折磨？变态，令人作呕。他根本不是在好心上药，他只是在满足他的恶趣味。师叔不用擦了。行了，不擦不擦吧，你自己想怎么擦怎么擦，记得1天换1次药。恭喜宿主，好感奖励系统激活，请不断消除恨意获得奖励。穿越者必备金手指，妥了。接下来每天做件好事，改变反派命运指日可待。不过灵儿对我的恨意也太强了吧，我得赶紧刷波好感。恭喜宿主获得日行一善首奖极品玉露生机丹1瓶。极品丹药，这可是保命的宝贝，要是给灵儿吃了，她还不得对我感恩戴德？灵儿乖，把这个吃了。这绿油油的膏，一定是传说中控制神智的傀儡丹。他笑得这么猥琐，肯定是要把我变成他的玩物。不，我不吃！张师叔，就放过我吧！乖乖听话，你现在伤势很重，吃了药就会好了。你别乱来，痴情师叔就在外面，他不会放过你的。苏诗晴，那个在原著里最后捅穿我心脏的绝世剑仙，他要来，那我更得赶紧把药喂下去啊！等他来了，看到灵儿伤势全好了，我就能洗白了。乖灵儿，放心吃吧，师叔这是为你好。好恶心的笑容，他这是在威胁我。如果我不吃下这枚药丸，只怕他今天不会放过我。灵儿好感度减60，当前恨意值95。我操，不减反增啊！赵成，你这个畜生，竟敢当着本座的面强行轻薄灵儿！毁我了！这婆娘来真的！我这金丹期在她的仙剑面前就是张纸啊！系统，救命啊！这股力量不是毒药，好暖和，像泡在温泉里一样。灵儿，你没事？他刚才给你吃的疗伤的丹药，伤口不疼了。我的灵力竟然在自动运转。经脉净透，气血充盈，这难道是极品玉露生机丹？一颗便抵得上万枚灵石的保命神药。赵成，你到底有什么目的？这种级别的丹药，连掌门都视若珍宝，你居然会舍得给灵儿？哼，怎么，苏长老是觉得本座给不起？灵儿是我的弟子，我想让她好，她就得好，谁也拦不住。这个恶魔到底在玩什么花招？灵儿好感度加70，当前恨意值80%，厌恶至极，请不断消除恨意获得奖励。黄鼠狼给鸡拜年，赵成这个人渣肯定有什么阴谋。灵儿，你一定要多加小心。苏师妹，这是什么话？大家都是宗门之人，理应互帮互助才对，我怎么会不安好心呢？自从我与你一同被仙尊景带回宗门，并且告知我们中会有一人被选取做宗门继承人后，你就不断暗害于我，屡次害我性命。你也配说互帮互助这几个字？原著里的赵成确实如此，不仅给苏诗琪下过春药，甚至还暗害过宗门天才，可以说得上是恶事做尽，故最终落得个惨死的下场。但自己并不是原本的赵成啊，这偏见一时半会儿是没办法扭转啊。两位请自便，我要先闭关疗伤了。还好日行一善的系统给了那颗丹药，不然真有可能会被苏诗晴给一剑插死。以后依靠这个系统，或许真可以摆脱死局。为了改变日后我在宗门庆典的必死结局，我现在必须要想尽各种办法，先把灵儿的恨意消除，还要趁机完成每日一善获取奖励，来提升自己的实力。到底该怎么做，才能让他相信我是个好人呢？我记得这块田木的仙药好像就是灵儿负责的。原著中这是赵成布置给他的任务，本身就是一个吃力不讨好的活，照料不好的话还要被罚。最可恶的是赵成还专门给灵儿找烂掉的仙药来培养，
让其不仅损失修炼的时间，还要受罚缴纳灵石，真是无愧人渣之名。是时候帮他换个差事了。这是你照顾的仙药。赵师叔，又是这片药田。每次他想折磨我，都会拿这些仙药当借口。我没日没夜的守着，无论怎么努力照顾，都没办法让其正常成长。果然，恶魔怎么可能变好？昨天的灵药根本就不是赏赐，而是为了更残忍的折磨我。灵儿知错了，是灵儿无能，没有照料好这些仙草，求师叔开恩。师叔，这是灵儿的全部身家了，全都赔给您，求您别再打我了。赵成啊，赵成，真怨不得原著中你死无全尸。你看看你这都是造的什么孽呀！灵石你自己留着，这片灵药田的活你以后不用干了。我给你换个任务，以后就到我的任务堂来抄写功法。不要，师叔，我求求你不要换！灵儿愿意一辈子在这里种草，哪怕天天挨打也行。灵儿不想换任务，求你了，师叔，灵儿真的不会伺候人。所以他以为我把他调到身边，是逼他去做炉鼎现身。你难道不想参加下个月的宗门大比了吗？这可是你翻身的最好机会，难道想在这里种一辈子枯草？他这是在威胁我，如果我不照做，不让我参与宗门大比，从此再无翻身的机会。遵命。师叔要灵儿去哪儿，灵儿就去哪里。那走吧，跟我来。一个时辰，他竟然真的只是让我抄书，连看都没看我一眼。换做以往，他早就和禽兽一样扑过来了。现在肯定在等我放松警惕。这是接下来3个月的酬劳，预支给你了。你这么想提升修为，手里肯定很缺灵石。我这波预支工资可以称得上是雪中送炭，这份恩情你肯定得记下吧？师叔，这太多了！灵儿只是抄书，根本不值这么多灵石。这些灵儿不敢收，这么多灵石都够买下我这条命了。他果然是要逼我做炉鼎，这哪里是酬劳，这分明是我的卖身钱。不行，如果我现在解释，他肯定觉得我在玩什么变态游戏。对付这种脑补精，必须顺着他的思维才能正常对话。你想想，本长老最注重体面了，看看你那可怜的修为，别人还以为功法堂的弟子是菜狗呢。我这出去多没面子啊！我给你灵石和功法，是想让你尽快变强。只有你实力提升了，才能体现出本长老的厉害，更好完成我布置的任务，明白了吗？原来这次他不是想强占我，而是想把我培养成他的爪牙，替他做那些脏事。是，灵儿定不负师叔栽培。虽然他还是那个阴险毒辣的赵师叔，但至少现在他需要的是一个爪牙，而不是被玩弄的炉鼎。只要能撑到宗门大比，我就还有机会。见了鬼了！谁能想到要把灵石送出去竟然这么费劲？好人真难做啊！检测宿主赠予灵儿大量灵石助其修炼，好感度加10，灵儿恨意值70%，务必厌恶。好感阶段达成，奖励发放，获得法宝逆银披风一件。备注：穿戴后可隐藏自身气息，2个境界差内不能探测到你的真实面目。神器啊！这是，前世我要有这东西，直接天天住在澡堂了。唉，可惜在这一世并无用武之地。不过好在灵儿的恨意越来越低了。我在这个宗门好歹也是万人之上的地位和实力，能悄无声息地把纸鹤送进来的人，
在这个宗门也就苏诗涵和仙尊，但他们绝不会如此行事。那会是谁呢？赵长老，我们在你的帮助下已经成功潜入贵宗，只待大比开始，便会杀掉那些抢你风头的人。第一目标自然是贵宗那位绝世天才。7日后约定地点联络，祝和你的合作十分愉快。我操了，这妥妥的是通敌叛宗啊，死罪啊！还指名道姓说的是我这个赵长老。原著中在宗门大比里涉及到外来势力，就只有魔道了。哟，何事能让身为万恶之源的赵师兄如此焦虑？不会是在策划什么大事吧？苏师妹说笑了，哪有什么大事？对了，你就会主动来我这里，真是少见。你在的地方都有一种恶心的气息，如果不是为了看看灵儿，我才不来。我不管你因为什么要把灵儿调到功法堂，但凡让我知晓你有一点欺压她的行为，这柄仙剑都不会轻饶了你，明白吗？明白。苏师妹如若不放心，大可每日都来巡查便是。这莫不是宗门哪个小女生给师兄的情书吧？我得看看是谁，别让他遭了你的道。我操，他竟然还有这么一手！这要是被他看到里面的内容，我就彻底完蛋了。苏诗晴，你眼里除了灵儿，难道就没有我吗？你干什么？放开！师妹，你每天盯着灵儿，唯独不肯正眼看我这个日思夜想的师兄。你知不知道，你刚才那副审视的样子，真的很伤我的心。赵成，你无耻！你以为用这种下三滥的招数就能掩盖你的罪行？那纸鹤，纸鹤？什么纸鹤？我眼里只有你。你毁了纸鹤，赵成，你个混蛋！今日之辱，我记下来。你不莫要被我抓住了把柄。真是怕什么来什么。要是刚才急中生智，我此时怕是已经人头落地了。这剑气，不愧是被魔教惦记着的绝世剑仙。我想想，按照原剧情，赵成勾结魔教潜入宗门，在大比试猛开杀戒，宗门还是损失惨重，好几个天才横死当场，其中就有苏诗晴最好的闺蜜。那个疯女人就是因为这件事彻底黑化。她闺蜜死后，她疯了一样寻找幕后黑手，并最终锁定了赵成。原著里根本没写她是怎么发现证据的，说明这是剧情杀。只要这桩勾当存在，我就必死无疑。不行，我绝对不能坐以待毙。既然阻止不了她找线索，那我就把事情的源头给掐了。只要我在大比开始前把这帮魔教杂碎一锅端了，苏诗琪的闺蜜就不会死。只要她闺蜜活着，她的杀意就不会那么重，更不会挖地3尺的去找幕后黑手。系统待我不薄，这披风给的真是时候。7天后约定地点会合是吧？小爷我必定提前2小时到达。赵师叔，灵儿知道错了，别打我！这应激创伤也太严重了，坐在我面前就像跟面对吃人的魔兽一样。原本赵成带给他的阴影，不是3、2天能抹掉的。1. 检测到宿主帮助别人更换工作，好感度加10，目前灵儿恨意值60%，十分厌恶，阶段达成，奖励体力丹1枚。香呀！系统奖励实在是太香了。香？赵师叔难道是说我吗？他难道还是在觊觎我的身子？师叔，这句气冲神阙，逆行3关，灵儿愚钝，实在不明白其道理。这是他第一次主动开口，看来这2日的相处确实起了一些作用，让他不再那么抵触我了。过来。
这句话的意思是神阙穴不可强攻，需以神识引导。我用法力给你演示一遍。第一，检测到宿主帮助别人修炼，好感度加10，目前灵儿恨意值50%，两看香艳阶段达成，奖励智力丹1枚。宗门大比快到了，正是比拼底蕴的时候。这些灵石拿去，把修为给我堆上去。哼，让别人知道，还以为我们功法堂用不起灵石呢。谢师叔栽培，灵儿定会听从师叔任何吩咐。他给了进阶功法，又给了我这么多灵石，果然是想把我培养成替他做脏事的爪牙。只要我表现得足够听话，目前就是安全的。这丫头倒是学聪明了，心里怕得要死，还要装成忠心耿耿的狗腿子，真是可爱。原本的赵成真是个人渣，这么可爱的小姑娘也下得去手，或者说，他就看中了灵儿这份单纯，想要体验亲手摧毁她的快感。果然该死。愣着干什么？就在这里！别以为回了寝居就能偷懒。从今天起，你就在本座眼皮子底下休息，有任何修行问题都可以随时问我。是，灵儿明白，谢师叔监督。这妮子真是个天才，在原主那种非人的折磨下，还能提升修为。如果走正路，这妥妥的宗门圣女模板啊！灵儿，停下！说监督修炼的是你，这会儿又要喊我停下，效率还不如我自己练得快。不对劲，寻常修炼会如此痛苦？难道是灵儿身体有伤？原著中，灵儿击杀了赵成不久后也随之离世，原因是修炼功法出了问题。等等，修炼功法出了问题，而赵成自己又是功法堂长老。你现在修习的本命功法，当初是谁传授给你的？就是赵师叔您亲自传授的呀。当年我被分配到功法堂后，你便说要亲传我功法。畜生，真是个绝世大畜生！竟然在功法里埋了雷！把你的功法玉简给我，快！然后你回去后先不要修炼，歇一阵。混蛋！原主居然改动了经脉运行的路线，虽然前期进境极快，但只要时间一到，灵气就会逆冲心脉，神仙难救。这分明是想在日后借此彻底掌控灵儿。师叔，灵儿不是有意违背您的命令的，只是宗门大比马上就要到了，灵儿不敢有一丝一毫的懈怠啊！为了这次大比，我已经付出了一切，可这次违背了赵师叔的命令，一定会被罚得很惨吧？我不想再被吊在水牢里，求师叔责罚。灵儿认罚。罚什么罚？灵儿，你是不是每日有时运功，气过中府，转七门，最后落于天距之时？这3处穴位如万一噬骨，疼痛难忍。师叔，你怎么知道？确实如此，尤其是这3天，每次运转大周天，那痛感便如同潮水一般，一浪高过一浪。还好我来得快，就知道这妮子为了修炼，肯定会不顾我的命令。等她再练一段时间，可真就练废了。真是胡闹！修炼出问题，为何不早些上报？
灵儿以为是自己的问题，不敢打扰前辈们。功法对于不同人的效果是不同的，所以一定要针对性修炼。我今日回忆你的运行线路不对，所以特地来看看。接下来，我把正确功法传授于你。多谢师叔，灵儿此前诸多困惑皆得以解答了，我这就运行一下新功法。这难道是修正后的路线和错误的路线产生了冲突，两股灵力相撞，结果轻则经脉尽损，重则当场丧命啊！哎，想做回好人怎么这么难？普通的隔空传功会被他体内的热浪反弹，必须直接贴合体表进行寒气中和。老天爷保佑啊！苏世清可千万别在这个时候来啊，不然老子跳进黄河都洗不清了。赵成，你个人渣，果然是死性不改！天化日下，竟敢直接闯到灵儿的房间行猥亵之事！这是误会，灵儿功法运行错误，我在帮她梳理。此事要是中断，灵儿肯定会重伤的。休要狡辩，看剑！此事要是我不躲开，估计就要一命归西了。要是躲开，灵儿修为尽毁，还是要被苏世清砍死。横竖都是死，我还就不躲了。哎，好香呀！什么情况？苏世清收剑了？见过仙尊。你们两个到宗门执法堂去，召集宗门弟子开启会议。是。哼，赵成，今日就是清算你罪孽的时刻，侮辱倾国宗内弟子，还被仙尊抓了个现行，这下定要把你逐出宗门，永世不得再踏入一步。被逐出宗门，还有这种好事？要是离开这个地方，遇到苏师邪的概率就会大大减小，或许可以避开必死的结局。身正不怕影子斜，如果我真的有罪，最终哪怕是被驱逐出宗门，也是认的，不会有一点怨言。这个人渣怎么了？往常要是这种情况，他定然极力辩驳才对，今日怎么还转性了？肯定是装的。解释一下吧，我可不记得教过你们可以在宗内互相残杀。启禀仙尊，我今日听到汇报说赵成直闯灵儿房间，便立刻前往。只见灵儿晕了过去，身上仅穿单薄轻纱，而赵成双手在其身上围住，实乃恶劣至极，人人得而诛之。成儿，晴儿所言是否属实？有无所要辩解？如一切属实，你就要被逐出宗门，永世不得再入。启禀仙尊，我没有什么要辩解，一切听从宗门安排。虽然不知道他今天为什么像个哑巴一样不辩解，但这个人渣终于要被扫地出门了，这绝对是宗门之大幸。只要我不进去，只要我站在这里什么都不做，赵成就会被逐出宗门。那如同噩梦般的日子就彻底结束了。他是个恶魔，这是他应得的下场。可是，如果他真的是恶魔，为什么要在昨晚拼着被反噬的危险救我？为什么要给我那么多灵石助我修炼？他好像真的和以前不一样了。如果我今天为了报复选择隐藏真相，那我和当初那个赵成又有什么区别？我不能活在阴暗里，我要光明正大。等一下，
赵师叔是无罪的。本尊不是命你在居所休养吗？你跑来做什么？仙尊明鉴，一切都是误会。赵师叔不仅没有谋害我，反而有救命之恩。灵儿的功法确有错漏，但昨夜是赵师叔及时发现，他不顾自身安危，耗费大量本源法力替我逆转经脉，更将正确的功法倾囊相授。若无赵师叔，灵儿昨晚便已爆体而亡。他竟然真的是去救人的。哦，既然你是去救人，方才千夫所指之时，为何一言不发？回仙尊，我身为功法堂长老，未能及时察觉功法中的错漏，险些酿成大祸，此乃失职之大罪。老子好不容易找到个绝佳的理由被开除。灵儿，你个死脑筋，让你休息你就好好休息啊，跑出来装什么人间清醒，把我计划都给毁了。知错能改，善莫大焉。既然如此，赵成，你此次功过相抵，本尊便不再追究。你们可还有其他事要禀报？我如此折辱冤枉他，按赵成自命必求的性格，肯定会借机疯狂报复我。与其如此，倒不如我主动认罚。仙尊，我还有一事相求。弟子自知德行浅薄，修为 TV 远远比不上苏师妹天资卓越，弟子愿主动放弃成为宗门继承人的资格，甘愿下山做个自在凡人。他疯了吗？这时候不来落井下石，反而要把宗门继承人这等机缘让给我，他还是那个人渣赵成吗？难道是被什么大能夺舍了？赵长老，你是不是搞错了什么？宗门的继承人从来都只有本尊自己选，你没有选择的权利，更没有拒绝的资格。从今往后，你老实在宗门里待着，没有本尊的手令，你休想跨出宗门半步。完犊子了，这下被强行锁死在这儿了。9日后，宗门大比正式开启，在此之前，届时将由赵长老和苏长老负责，不得有误。这日子怎么过得这么苦？不仅没能脱离宗门，还要来处理魔教这档子事，烦死人了。此地安全，阵法已经布下，方圆1公里内若有灵力波动，定会预警。嘿嘿，那个叫赵成的蠢货还没到，没他运作，我们哪能这么轻松就潜入进来？圣教此次准备万全，大比当天，咱们的人只需在战斗中用魔纹激毒，划破对毒皮肉，那毒素便会入骨，中毒者活不过1天。妙啊！毒发需要时间，到时候大家都以为是正常的灵力枯竭，等到毒发身亡，咱们的人早就撤得无影无踪了。赵成呢，正好让他当这桩血案的替罪羊，等宗门事后查起来，仙尊即便雷霆大怒，也只会先拍死他这个内奸。我操，这帮畜生连我也要算计，没得选，这帮魔教必须死！只要保住苏诗晴的闺蜜，保住那些弟子，我就能活。对了，这次潜伏的名单没有名单，为了防止泄密，护法让死士四散潜入，大比前随机寻找目标夺舍伪装，唯一的标志就是战斗时会亮出紫色匕首作为触发工具。那实在是太可惜了。谁在那儿？我是真想把你们这帮杂碎一锅端了，可惜你们竟然没有所谓的名单。原来是你个蠢货，你是怎么无声无息的潜过来的？你还想不想合作了？合作？听到你们要把我要当替罪羊，我还要跟你们合作？我是来整死你的！整死我们！赵成，认清现实吧，我们兄弟2人都是金丹中期，2打1，你这个靠吃药堆修为上去的废物，拿什么和我们打？如果我还是金丹中期，确实拿你们没办法，但如果我是后期呢？后期？赵成，你是不是疯了？你以为突破境界和吃糖豆一样简单吗？整个宗门除了苏诗晴那个变态，谁能在你这个年纪稳坐后期？罢了，本来还想让你多活几天，既然你急着投胎，我们现在就送你上路。你们真的说对了，突破对我来说确实和吃糖豆一样简单。这不可能，这护盾真的是金丹后期。不可能！
绝对是幻术！给我碎啊！原本我只是想在这个世界安稳的活下去，但你们非要逼我。大日焚天，落！可惜，原本想一锅端，结果这帮人是随机潜伏。这件事我还不能上报宗门。如果仙尊问起我是怎么发现的，我总不能说是因为我跟他们有勾结吧？到时候魔门未必灭得干净，我肯定得先吃苏诗莹一剑。看来唯一的办法就是在大比那天，老子亲自盯着了，只要看到带紫色匕首的，老子就把他们全化成灰。为何我今日打坐，心神竟如此不宁，仿佛有滔天大祸相至？天道无常，神机百炼，给我破！大凶之兆，宗门大比会有灭顶之灾，而且源头全指向了赵成。上次在灵儿房间，确实是我冲动了。我本以为他是真的转性了，可以暂时放过他，可这天机卦象绝不会骗人。最近宗门外围的阵法确实出现了几次极为隐蔽的异动，连护宗神兽都焦躁不安。难道这一切真的是赵成在背后操盘？江山易改，本性难移。他这段时间装的老实巴交，多半是为了掩盖更大的阴谋。我绝不能掉以轻心。大比之日，只要他敢露出半点马脚，必斩他于剑下。那帮魔教杂碎到底混在哪里了？原著里根本没细写这过程，要是找不到他们，苏诗晴这疯婆娘铁定要把账全算我头上。果然，这畜生心里有鬼。他这副东张西望的样子，肯定有什么阴谋。苏诗晴，你疯了！你对我下了锁灵计！快给我解开！赵师兄何必如此惊慌？师妹只是怕你待会儿动作太大，伤了下方的花花草草。大比结束前，你就给我安分的站在这。姑奶奶，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还搞内部斗争？出大事了！我发现有魔教妖人潜入进来了，你赶紧解开禁制，配合我把他们揪出来。魔教潜入？哼！我早就算出今日之灾全因你而起，就算有魔教，也是你这人渣勾结进来的。我操！这女人的脑补能力怎么比灵儿还离谱？老子是在救你们啊！我不跟你扯淡！你听好了，你现在立刻传音给执法堂，封锁整个会场，不允许任何人离开，然后挨个搜身捡魂。收起你的诡计，我会注意场上的情况，但在我查清一切之前，你休想离开这里半步。哇！宗法堂，灵儿胜！
怎么可能？一个种草的杂役，怎么可能有这么精纯的灵力和身法？听说赵长老最近对他青睐有加，砸了海量的灵石和资源，这简直是脱胎换骨啊！这丫头总算没白下我那么多极品灵石，和冒着被苏诗晴砍的风险。赵师叔他刚才是为了我的安全在紧张吗？还故意装出一副冷酷无情的样子。从小到大，在这冰冷的宗门里，我受尽了欺凌与白眼，这是第一次。下一站，功法堂灵儿对战外门弟子王丽。你输了，认输吧。本来不想这么早暴露的，这是你逼我的。这是什么丹药，竟能瞬间让人灵气暴增？此人是魔教中人，灵儿小心！灵儿，躲开啊！师叔，灵儿定会听从师叔任何吩咐。谢师叔栽培。老子费尽心机，砸了那么多极品丹药和心血，好不容易才让他眼睛里有了光。你们这群杂碎竟然想当着我的面毁了他！给老子破！什么？他怎么能强行冲破我的禁制？检测到宿主拯救弟子于危难，灵儿好感度加30，目前恨意值10%，奖励替死符箓1张。我去，替死符箓，那后面我岂不是就能随便浪了？如果事情闹大了，我就躺地下装死。赵长老，你疯了吗？你这是做什么？我们不是什么不是？魔教要暗杀我宗门天子，本长老便下局套你们出来罢了。你以为你们潜入宗门的计划天衣无缝？这片竞技场早已布下了天罗地网的禁制，你一个也跑不了。赵成，你这个无耻小人，你竟然出卖我们！你这背信弃义的畜生！既然你毁了圣教的大计，那今天大家同归于尽。就算是死，我也要拉上你们宗门的这些天才垫背！魔教，真的是魔教！救命啊！所有长老听令，结阵，保护弟子。难怪你要护着她，这丫头刚才展露的经脉资质，堪比当年的苏诗晴。假以时日，必是我圣教的心腹大患。赵成，我偏要他死在你眼前，给我拧修罗灭世枪！
那么努力了，明明才体会到被人关心的感觉。对不起，赵师叔，灵儿最终还是辜负了您的期望。哭什么？没出息！师叔在，谁也动不了你。赵师傅，你为什么要替我挡杀？为什么？你明明可以不管灵儿的。谁知道呢？身体自己莫名的就动起来了。别哭，不好看。灵儿，我知道以前的我就是个十恶不赦的坏人，我折磨你，打你，给你留下了那么多抹不去的阴影。不是的，师叔，你别说了，你别说话了，我马上就找人给你治疗。这段时间我逼着你练功，砸那么多灵石，其实就是想拼尽全力去弥补，去赎罪。可惜啊，师叔，怕是看不到你拿下大比第一，穿上亲传弟子服的那天了。不，我不要第一了，我什么都不要了。赵师叔，我不跟你，我真的不跟你了。以前的事都过去了，求求你不要死，只要你能活下来，你让我做什么我都愿意。你不要死，你不要再留我一个人了。1. 检测到宿主取得灵儿全部信任，好感度加90%，当前恨一直清零，好感度80%，难以舍离，被动防御九转涅槃，替死符已激活。系统提示宿主将进入绝对假死状态，屏蔽天机，身体将进行重塑修复，并且奖励根基重塑，潜力大幅提升。妈的，这魔枪是真特么疼啊！不过能换来这丫头彻底原谅我，值了。接下来就看你的了。什么狗屁长老，还不是像条狗一样被我打死在这里。灵儿，现在轮到你了，下去陪你的好师叔吧！你们今天都要留下来陪他。啊，这不可能！你的修为……这丫头走火入魔了，大家一起上！接天魔器械大阵，把他轰成渣！一群臭老鼠，怎么敢来本尊的宗门撒野？退下吧，让本尊看看。
这小子的命比万年王八还硬，死不了，只是神魂受伤，陷入了深度昏迷，休养几月便能恢复。谢谢仙尊，谢谢仙尊救命之恩。如果他勾结魔教，为何又要当众拆穿他们？为何要以命相拼？难道真的是我一而再再而三的冤枉了他？赵成，你到底是个十恶不赦的恶魔，还是我真的从来都没有看清过你？此次宗门大比遭逢魔教突袭，功法堂长老赵成临危不惧，舍生忘死，护我宗门天骄，特赐极品灵石10万，以资鼓励。听说了吗？赵长老这次立大功，仙尊都发了嘉奖令。以前说他恶事做尽都是传言，魔教来袭，他第一个冲出去。这丫头仇恨清零，更棘手的事要来了。原著里大比是深渊前奏，催命符即将出现，赵成就是从那时起，一步步走向死亡。一切苗头都是从那个女人，从赤渊开始。赤渊，赤渊。赵师叔，原来你这么想我，一回来就听到你念我的名字，人家真的好开心。1. 检测到人物赤渊，当前恨意值60%爆发后，恨意值翻倍，超过100%后直接触发斩杀宿主机制，请不断消除恨意，获得奖励。赤渊使者，快把手拿开，拉拉扯扯的成何体统？这样不好。有什么不好的？以前赵师叔不一直都是这么对人家的吗？怎么受了刺伤还变得纯情起来了？人家这次回来可是听说了师叔的光耀事迹呢，现在宗门上下都在传，未来继承人的位子非师叔莫属，甚至还有可能成为我义母仙尊的道侣，到时候咱们可就是真正的一家人了，亲上加亲呢。神特的亲上加亲，我有几个胆去和仙尊亲亲啊？师叔，你今天晚上方便吗？渊儿有要事和你说。他要找我说什么事？原著中，我趁仙尊闭关，诱导他染上挥金如土的恶习，让他沦为我的木偶。现在他还没意识到自己在走向深渊。赤渊姐，你离赵师叔太近了，师叔身上还有伤，需要静养。而且孤男寡女贴得这么紧，传出去对你名声很不好。灵儿，你怎么会在这里？承蒙赵师叔厚爱，我现在在功法堂做事，并负责贴身照顾师叔的起居。功法堂做事？你这不是羊入？这丫头现在是自己想留在这里，我赶都赶不走。师叔，灵儿才不是赖着不走，灵儿是为了照顾你才留下来的。赤渊姐，赵师叔已经和以前不一样了，他是个顶天立地的好人。是吗？那可真是太感人了呢。不一样了，
那个带我光遍修仙界极乐之地的花丛老手会变，他不过是换了一种更高明的手段在玩弄猎物罢了。原著中，赤渊的堕落并非一蹴而就，原主正是看准了赤渊对奢靡生活的苛求，用灵石当饵，一点点磨灭了他的自尊。从摸手到拥抱，再到最后的交易，还有半个月就是宗门联合交易会，原主在那里设下连环计，引诱赤渊签下那张100万灵石的生死契，那是他堕落的开始，也是恨意的源头。这种因果，我必须彻底将其斩断，日后绝不能再借赤渊灵石了。赵师叔，这么晚了，还没歇歇？师叔，你看人家今天美不美？确实美。妖女竟敢如此诱惑师叔！这身赤霞霓裳可是人家费了好大劲弄来的。师叔，你再给人家10万灵石好不好？下次人家去买更稀有的，到时候专门穿给叔叔一个人看，好吗？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，保命要紧。借他灵石越多，以后他剁我的时候就越狠。稳住，赵成，你是个正经的长辈。不行，不行，他刚才说不行，我连压箱底的诱惑法宝都用上了，甚至准备好了逃生的盾符，以防他做的太过火，结果他说不行。不仅这次不行，以后也都不行了。师叔，是不是渊儿哪里做的不好？若是没灵石，人家真要吃不起饭，连衣服定金都付不上。师叔，求求你最后帮我一次。都是美人计，都是美人计，都是美人计。赤渊，你看看你现在的样子，你是仙尊的养女，是宗门的骄傲，你现在为了区区几块灵石，竟然摆出这副廉价的姿态，与那凡尘俗世的野鸡有何区别？赵师叔，月儿求求你了，你想要什么我都给你便是，没有灵石，月儿可怎么活呀？一枚灵石都没有，你给我回去闭关思过，若再让我看到你这副自轻自贱的模样，我定原原本本禀告仙尊。丁，恭喜宿主断绝赤渊堕落之源，好感度+5，当前恨意值55%，爆发后翻倍。奖励：洞察灵目。好东西，有了这双眼睛，以后无论什么骗局、什么伪装法宝，在老子面前都是垃圾。赤渊，我都说了让你……哎，灵儿，灵儿，你什么时候来的？我很早就到了，师叔和赤渊姐的对话，我全听到了。还好刚才定力够强，要不然就要被灵儿抓个正着了。师叔，灵儿以前觉得赤渊姐很讨厌，可刚才看到她的样子，我又觉得她其实是很可怜。灵儿虽然不知道赤渊姐为什么会变成这样，但是师叔说的对，身为仙尊的义女，她不能再这样下去了。灵儿求师叔帮帮赤渊姐。这本来也是我要做的事情。赤渊对原著赵成的恨意来于诱导其堕落，虽然此番没借灵石，但是放任不管，肯定还是要出问题的。好，我答应你。很晚了，灵儿，回房睡吧。师叔，我刚才看到赤渊姐那个样子，有些难过。今晚能不能在这里睡？我不吵你的。谁能想到原著里那个手掐法印、冷酷无情将我轰杀的女子，
竟是如此多愁善感。仙门联合交易会规则：真假自辩，静动武力，买断离手，落子无悔，违者天诛。师叔，快看，那边那个散发七彩神光的，是不是上古神器？还有那个流光溢彩的坠子，肯定能驻颜益寿。那个七彩神光的是深海墨鱼的胆汁涂抹，不出3日就会发臭。那个坠子，那是用下品灵石边角料的，除了发光，一无是处。怎么又是垃圾？师叔，这满大街难道就没一件真货？我还想来凭借眼力淘一些好东西的。就你那眼力，还想淘好东西？要不是怕你被人骗个干净，最后又把锅扣到我的头上，我才懒。传闻中的至宝，师叔，这个绝对是真的，我能感觉到那股剑意，肯定是绝世珍宝，买下它稳赚不亏。不过是伪装好的劣质垃圾，若是买回去，3日之后幻术失效，这剑胎便会碎成废铁。赤渊，仙尊家的小公主什么时候沦落到这种地步了？自己买不起宝物，便让随行的奴仆随口诋毁这剑胎是垃圾。那是灵宗的少宗主，听说他家底丰厚，眼光毒辣的很。你说谁买不起？本小姐只不过有什么有垃圾的习惯罢了。哦，我可是听说你在外面输光了灵石，现在连吃顿灵餐都要算计着吃。哈哈，堂堂仙尊一女，穷成这样，真是难堪。走，我们走。站住！堂堂赤渊被人说了2句就灰溜溜的逃跑，如此这般没骨气，看来是仙尊不善管教。这是近期声名鹊起的九幽阁高层，听说和少宗主私交甚密。九幽阁，原著中这个组织是魔教的棋子，魔教在大比中吃了鳖，现在是派这帮狗腿子来打探虚实，顺便寻找突破口。你们闭嘴！羞辱我可以，羞辱我母亲绝对不行！有本事和我去生死台！粗俗。这里是交易会，咱们的较量自然是看谁更有寻宝的眼光。生死搏斗，那是蛮子干的事。不如我们比一场，1个时辰为限，大家在这集市中各自挑选1件宝物，到时候请德高望重的鉴定师评鉴价值，谁选中的宝物价值更高，谁就赢。若你输了，便欠本少宗主10万灵石；反之赢了，我给你10万，敢吗？根据情报，赤渊是奢靡上瘾的女人，最容易被灵石控制。只要她欠下这笔钱，再诱导她以此为由去套取宗门核心机密，师叔，帮帮我！他们侮辱母亲，我绝不能忍。罢了，谁让我是你师叔呢？要我帮你可以，但我有一个附加条件。师叔，你说，无论穿黑丝还是白丝，我都行。如果赢了，那10万灵石不能给你，必须全部给我。对，都给师叔，只要能赢，让我跪着谢你都行。好一个贪婪的家伙，一言为定。师叔，你走慢点嘛，我们都逛了半炷香了，你到底看上什么了呀？妖女，这绝对是妖女！要是换了原主那个色胚，现在估计连底裤都掏出来给她买了。我要稳住！师叔，你看那个流光溢彩的9窍玲珑塔，光是外泄的灵光都这么强，
肯定是个大漏，快买下来。垃圾。那个呢？那个摊位上的万年冰蚕甲，晶莹剔透，寒气逼人，绝对是极品防御法宝。那是用妖兽皮浸泡了薄荷汁液做的，穿上不仅不能防御，还会招惹发情的低阶灵兽。你想穿？这女人完美避开了所有正确答案，专挑那种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工业垃圾。九幽阁那帮人果然是算准了她的死穴。我操！这灵气浓度，这材质纹理，绝世重宝啊！就是它了，这才是整个交易市场里价值最高的超级宝贝！哈哈哈哈哈！我还以为他转性了，果然他还是那个无可救药的死色批。赵师叔，你疯了吗？发起也分分场合好不好？师叔，你要是真喜欢这种，大不了回去之后我亲自穿给你看还不行吗？眼下赢下10万灵石才是最重要的，你拿这件破衣服去比，我们输定了。你想得美，这东西的价值超乎你的想象。拿给你穿，那简直是暴殄天物，浪费了这夺天地造化的极品材料。好，你拿着这破布去比吧。要是输了，那10万灵石的债你来背。不然呢？你有灵石付账吗？你连买一根糖葫芦的灵石都要找我借。师叔竟然说这件贴身衣物是无价之宝，而且不是给赤渊姐穿，难道是要留给我的？本来本少宗主花重金寻得的，便是那传说中能够引动9霄神雷的9霄雷龙角，起码是8阶妖兽的遗骸。今日谁的宝物能顶过我？天哪，居然是雷龙角，其价值最少50万灵石，这下少宗主赢定了。赤渊小姐，1个时辰已到，你们的宝物呢？若拿不出来，10万灵石的欠条就要当众签下来。哟，看你们这穷酸样，莫不是根本就没有找到宝物来？急什么？这就让你们见识见识绝世珍宝。本少宗主看到了什么？一件女人的肚兜。赤渊啊，赤渊，你就算再穷，也不至于拿自己的肚兜出来抵债吧？还是说，这肚兜是你那位义母堂堂仙尊大人的贴身之物？如果是仙尊的原味肚兜，那本少宗主倒是愿意出个10万灵石，买回去好好闻闻。满口污言秽语的畜生，我杀了你！既然少宗主这么有自信，那我们不妨在赌注上再加一条：谁若是输了，不仅要赔付10万灵石，还要在这大庭广众之下一边爬一边学狗叫。敢接吗，少宗主？
这小子是不是疯了？还是说这破土豆真有什么玄机？内含一丝极其微弱的灵韵，但本质依旧是凡品。好，接了。到时候你要想赖账，本公子定让你连狗都不如。你们看，赵老来了。据说他担任鉴定师的100年内就没走过眼，稳坐首席之位。可不是嘛，赵老脾气古怪，一般场合下根本请不动他，也就仙尊一女，还有九幽阁少宗主这种级别，才会给面子出来一趟。不错，雷属性狂暴至极，且有真龙血脉的一丝威压，确系8阶妖兽九霄雷龙的独角无疑。此物价值连城，可作镇宗之宝。这位贵客，此物是用百年冰蚕丝所制，内含一丝微弱灵韵，在凡俗界或许能值几个2银子，在修仙界顶多10块下品灵石。是吗？那不如你再看仔细点。这小子输不起，就开始发疯了。什么？我刚才用神识扫过时，里面明明什么都没有，怎么会突然蹦出一枚铜钱？难道是传说中可以遮蔽天机的宝物？那这场胜负还真不好说了，看看赵老怎么判定吧。劳烦首席再鉴定一下这个小玩意儿，看看是不是值钱货。师叔，你难道早就看穿了里面的铜钱？你故意不说破，就是为了诱导少宗主上钩，甚至加注。老子其实也不知道里面装的是啥，我那洞察灵目只看到这玩意儿灵气冲天，亮得快把我眼闪瞎了。竟然真的是他！有生之年，老朽竟然能得见此等神物！老东西，你把话说清楚，这到底是什么破铜烂铁？无知庶子，住口！这乃是上古洪荒时期流传下来的无价之宝，飞仙羽钱。传闻此物可破壁一切天机探查，更能直接沟通天地本源灵力。持有此钱者，可强行撕开虚空，进入传说中的悟道圣地。传说中，悟道圣地是上古大能们作画的地方，里面有他们的传承和功法。莫说是一件8阶妖兽的脚，就算是把咱们这整个联合交易大宗室全抵押了，也休想换取他的一片羽翼。得此一钱，足以逆天改命，重塑因果。怎么，诸位是觉得我赵某人这几年修身养性提不动刀了，还是觉得我这功法堂长老的位置是可捏的软柿子？诸位大可以上来试试。我的妈呀，差点忘了，这位可是宗门里最心狠手辣、无恶不作的赵老魔，惹了他绝对生不如死。此等神物绝不能放过，他赵成再强也只有一人，我们联手强行夺宝。
赵长老，仙尊已用无上神通感知到了此地气运的巨变，特传法旨，此物干系重大，命我即刻收回宗门宝库，由他亲自镇压。我操！仙尊能随时随地感知到这些信息，那岂不是相当于他在天上安了个全天摄像头？赤渊那天晚上穿成那样跑我房间的事，他岂不是全看见了？还好老子当时定力强如磐石，要是不小心摸了一把，现在苏世清拿的就不是飞仙羽钱，而是我的项上人头了。怎么，赵长老难道不信我？觉得我会私吞此物？哪里的话，苏师妹的为人我最清楚不过，你办事我放心。我太了解苏诗晴了，原著中他这种正道楷模，绝对做不出中饱私囊的安杂事。好了，东西上交了，现在该算算咱们的账了。10万灵石，拿来。山水有相逢，赵成，这笔账我记下了。走。站住！灵石给了，赌注可还没完呢。刚才谁说要跪在地上爬出去，还要一边爬一边学狗叫的？世渊，你不要欺人太甚！我乃堂堂少宗主，士可杀不可辱。难道少宗主想违约？这可不符合仙门联合的规矩。若有人破坏规矩，身为巡查使，我可当场将其斩杀。少主，不可冲动。这苏诗晴是个杀人不眨眼的疯子呀，他真的会出剑的。留得青山在，不怕没柴烧啊！赵成，你给我等着！这波血赚。检测到宿主成功帮助赤渊化解危机，赤渊当前恨一值下降10%，剩余45%，爆发后翻倍。恭喜宿主获得特殊奖励，规则类道具契约撕毁者，此道具可无条件撕毁任何形式的契约。系统给的果然都是好东西，这以后我要想毁约，就完全不用担负代价了。我操！事出反常必有妖。这么晚了，不在自己房里修炼，跑到我这里装神弄鬼做什么？有什么事儿直说吧。还能有什么事呢，师叔？自然是想要白天你赢下的那10万极品灵石。不可能，白天我赢的灵石，凭什么给你？这笔钱我有大用。师叔，这世上任何馈赠都是有代价的，先别急着拒绝。你可以听听我的条件，只要你把那10万灵石给我，我不仅可以嫁给你，做你的道侣，任你摆布，而且我还可以去为你解决一些你讨厌的事情。什么意思？今日你让那九幽阁少宗主当众学狗叫，他那种睚眦必报的性格，日后定会带领九幽阁疯狂报复。但如果我舍身去诱惑那个少宗主呢？以我的美色和手段，只要我稍微抛点媚眼，他一定会对我神魂颠倒，将我视为禁物。到时候我就能打入九幽阁内部，盗取他们所有的核心机密交给你。而且你好好想想，那个少宗主心心念念爱得死去活来的女人，实际上却是他死敌，也就是你的妻子。这种将敌人玩弄于股掌之间的嗜好，不正是师叔以前最喜欢的吗？这人真的是疯了！这些恶毒的计谋全都是我提出来的，现在却变成了他为了灵石主动献计。原主啊原主，你把一个天赋异禀的仙门娇女祸害成了什么鬼样了？我拒绝。为什么？这明明对你百利而无一害，不仅能得到我，还能除掉大敌。你明明最喜欢这种下作的手段，
现在又装什么清高？因为我不想拿别人的命运去当筹码。池渊，告诉我，你到底为什么急迫需要灵石？10万灵石，这不是一个小数目，你究竟惹上了什么麻烦？为什么？你问我为什么？因为我签了契约，我签了整整100万的极品灵石袋。如果我还不上，那个契约就会生效，我会被直接抽走神魂，炼成傀儡供人驱使。100万，怕是仙尊也很难一口气拿出100万灵石吧？师叔，你是我最后的希望了，我真的没办法了。如果你不给我这10万灵石，我就只能加入魔教。只要我带着宗门的阵法图投靠他们，他们就愿意帮我摆平这笔债务。如果赤渊自己不戒掉对奢靡的病态tranh求，他还会签下第2章。赤渊，如果是以前的赵成，或许会答应你这荒唐的交易，但现在，我希望你能堂堂正正靠自己的真本事去赚取灵石，悬崖勒马，为时未晚。但我现在不会给你哪怕半块灵石。靠自己走正道，这是天大的笑话！赵成，是谁一开始带我去那些霄金阁的？是谁让我习惯了这种生活？是你，全都是你！现在你却站在岸上，高高在上的告诉我，你要我靠自己走正道。警报！赤渊恨意值大幅反弹，当前恨意值飙升至75%，注突破100%将触发直接斩杀宿主因果。我所受的一切痛苦都是拜你所赐，你等着，我一定会让你付出千百倍的代价。就算我再努力去避免原著中的剧情发展，可也改变不了赵成一开始就做过的事情。这个是非之地，还是趁早离开较好。成儿，此次你不仅看破了伪装，更为宗门带回了上古秘宝飞仙羽钱，当季首功，回头另有赏赐。今日本尊便开启这羽钱内的上古秘境。赵成、诗情、赤渊，你们3人一同进入寻找机缘，能得多少造化，全凭各自的本事。弟子遵命。多谢义母。上古秘境，这不就是原著中主角苏诗清的超级机缘吗？没想到我也有机会进去，这波发财了！赤渊师妹，秘境内凶险未知，你跟紧我，我会护你周全。有诗情师姐在，我什么都不怕。苏诗晴这女人对我还是这副冷冰冰的态度，她怎么就和根木头一样，怎么刷好感度都没用。诗莹师姐，这次赵师叔跟着一起来，肯定会背后搞鬼，你可要小心这点。他要是敢对你做不轨之事，我就砍了他的手。世媛这个疯批女人，嘴里没个情重，你诗情师叔可不跟你开玩笑，他是真砍呀！秘境试炼第1关红尘幻星阵，唯有斩断欲念，勘破虚妄者，方有资格获得秘境之宝。心智不坚者，将永坠幻境，化为枯骨。幻境考验我的定力，爷我可是拥有钢铁般的意志。洞察灵目，开！太假了，我家灵儿哪有这么逆风？得了吧，真赤渊现在恨不得把我抽筋扒皮。我要想收拾他，那天晚上就直接把他给收拾了。我操！你不要过来啊！要命啊！仙尊可是有全天监控的变态能力，万一他能看到这幻境里的画面，发现我对他的幻象有非分之想，我他妈出去绝对会被天雷劈成渣的！这幻境是想害死我！赵长老，
以前都是我不懂事，错怪了你。你其实是个顶天立地的大英雄。为了祈求你的原谅，我愿意把自己献给你。这幻境绝了！让堂堂绝世剑仙苏诗晴竟然变成了这副小鸟依人的模样。反正是幻觉，我开着神木呢。今天老子非得把平时受的气全撒出来不可！你平时不是挺能耐的吗？不是动不动就拿剑指着我吗？来，既然要道歉，就要有诚意。把你里面那件肚兜拿下来，本长老要亲自检查检查。猫咪，绝世剑仙的贴身衣物上竟然绣着小猫咪，原来你这冷冰冰的外表下藏着一颗娇羞的少女心啊！是吗？我看你的脑袋被砍下来之后，还能不能闻到香味？等等，这声音的杀气怎么不像是幻觉？我操，这是真的！大胆色徒，受死吧！我的妈呀！这他妈到底怎么回事？这破幻境怎么把真人给匹配到一块儿去了？无耻淫贼！我今天必将你碎尸万段！赵师叔，看来这红尘试炼，你是遇到真劫难了呀！师晴师姐，千万别留手！赤渊，别看戏了，还不快拦住他！我要是死在这里，仙尊查下来，你也吃不了兜着走！仙尊，我虽然恨赵成，但现在确实不能让他死。诗晴师姐，快住手！应该是阵法把你们的空间重叠了，都是误会。你现在杀了他，出去要怎么和仙尊交代？那啥，苏师妹，误会，纯属误会。我发誓，刚才真以为你是幻觉啊！赵成，你给我记住了，等出了这秘境，我必亲自斩了你的项上人头！不对劲，我的神木不能出错。唯一的解释是，有人在幻境启动的瞬间动了手脚。赤渊啊赤渊，看来你报复我的计划已经开始了。恭喜诸位天之骄子通关幻境，获得进入悟道殿的资格。悟道石碑，映照本心，资质超绝者可于此参悟无上大法，实现一炷香。赵师叔，我想你肯定是恨透了苏诗清吧？只要给我10万灵石，我愿意帮你找机会，狠狠地陷害他，甚至我可以下药，废了他的修为，把这个高高在上的绝世剑仙绑在你的床上，让他也变成你的女人。够了，赤渊，收起你那些下作的心思。我再说最后一遍，我不需要，以后少在我面前提这种恶心的事情。
如果你不靠自己的力量走回正道去获取灵石，迟早会被这反噬的连渣都不剩。你好自为之。好，很好，赵成，记住你今天说的话，你一定会后悔的。完犊子了，这娘们的战斗力又飙升了。这要是等会儿出去了，他拔剑砍我，我连跑的机会都没有。原著里主角可是在这里拿到了神器，可惜我没有主角的那种机缘啊。我操！难道说我才是真正的天命之子？哈哈哈哈哈！极品神器，这波血赚啊！哈哈哈哈！哈！是你，赵成，你这个无耻的卑鄙小人！啊！我干啥了？仙尊，你要为诗情姐姐做主啊！刚才在秘宝殿，诗情姐姐正在全心一意召唤一件绝世剑下，根本无暇顾及外界。谁知这赵成趁人不备，竟然从背后偷袭师姐。他不仅重伤了师姐，还强行抢走了那件本该属于师姐的法宝。我实力替位，躲在石柱后面，亲眼看到了这个畜生行凶的全过程。太不要脸了！堂堂功法堂长老竟然背后偷袭！就算平时苏师叔一直和他作对，也不至于做到如此地步吧？简直是宗门之耻！赵成，怎么又是你？为什么这宗门里每一次的事件都和你有关系？我操！这特么是一出连环计啊！我当时全身运行功法，只感觉后背中了一掌，根本没看清是谁。当时那里只有3人，袭击我的人真的是赵成吗？真是好人苦心积虑，不如坏人灵机一动。赤渊啊赤渊，你这反倒成全了我。成儿，你可有什么辩解？该不会又是无话可说吧？辩解吧，挣扎吧，在仙尊和全宗门面前，你越是狡辩，就越会显得你虚伪无耻。我要让你后悔拒绝我。不，仙尊，这次我绝不沉默。我要说，没错，偷袭苏诗情、抢走法宝的人就是我。你说什么？你为什么要这么做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因为我嫉妒啊！我堂堂功法庭长老，私下却被人骂作无恶不作的老魔。而你呢？你不过因为天赋好，长得漂亮，就被全宗门追捧爱戴，被誉为绝世剑仙。我不甘心，我嫉妒你的才华，嫉妒你的光环，所以才在秘境里痛下杀手。我想要毁了你。既然你承认袭击了诗情，那他的秘宝必定在你身上，你拿出来，
本尊要查验。我操！光顾着背黑锅，忘了这一茬了。赤焰那死丫头，到底抢了他什么东西啊？哼！这就是我抢他的宝物。这根本不是我的东西！我当时召唤的明明是一面散发着月华之气的神镜，不是这种极其粗犷的黄金重甲。剧本不是这样的，他为什么要主动承认？他还拿出一套黄金圣衣干什么？他到底想做什么？神镜？哦，你说那个破镜子？那个镜子太娘气了，一点都不合本长老的霸气审美。我刚抢到到手，就扔进秘境的茅坑里了。至于这2件神器，那也是被你那惊天动地的剑气召唤过的。我当时一记闷棍把你打晕后，顺手把他们也截胡了，这很合理吧？赵成，你可知同门相残，并恶意夺取他人机缘，按我宗门铁律，该当何罪？报告仙尊，极其恶劣者废除修为，逐出宗门。弟子自知罪孽深重，无颜面对列祖列宗，我认罚。请仙尊立刻将我逐出宗门，越快越好，绝无怨言。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，得来全不费功夫，爽，太爽了！终于能脱离这个该死的宗门了，终于能远离暴力狂苏诗晴和那个不择手段的疯批女人了。世外的海阔天空，我赵某人来啦！这次却真要，感谢赤渊老铁送的极品协助啊！唉，他自作聪明，想陷害我，反倒是给我传递了一把破局的钥匙。灵儿，你做什么？难不成是知道特意给我准备了送行礼？师叔，不是的，这不是给你的，送行礼。不是送行李，那你背着包去做什么？难不成你要出远门？师叔，我是打算跟你一起走。我一个人留在宗门里也没什么意思。师父平日里忙于宗门事务，师姐妹们也都有自己的事情。倒不如跟着师叔一起下山，去红尘里历一番。啥？你跟着我一起走？灵儿，你是不是疯了？你刚被仙尊收为亲传弟子，正是修炼的好时候，前途无量。你跟着我干什么？师叔，
自从你救了我，我就把心放在你身上了。留在宗门里，就算修为再高，见不到师叔，我也不开心。这孩子只是一时的默爱罢了，等跟着我下山吃几天苦，体会体会红尘里的柴米油盐，就知道宗门有多好了。到时候自然就想回去了。行了行了，服了你了。既然你非要跟着我，那我就带你一起走。到时候可别哭着喊着要回宗门。谢谢师叔，我肯定不会后悔的。终于摆脱束缚。仙尊，弟子恳请您收回成命，撤销对赵成的惩罚，重新调查秘境中的事情。秘境之事，弟子总觉得有哪里不对劲，不想就这么不清不楚的将赵成定罪，更不想让宗门错罚好人。成儿呀，成儿，这宗门就这么不好吗？让你迫不及待的主动认罪，就为了逃离这里。还记得当年我把你从乱葬岗带回宗门的时候，你才那么小，浑身是伤，死死抓着我的衣角不放，恨不得一天都黏在我身边。可现在你却只想着逃离。此事本尊自有决断，你不必再劝。你刚受了重伤，回去好好休养，其余之事就不要再插手了。弟子遵命。师叔，今天的客人虽然少，但也赚了一些碎银子，足够我们今天的开销了。不错不错，我们灵儿真能干。客人少也没关系，只要安稳就好。这才是我想要的生活呀！没有阴谋诡计，没有打打杀杀，每天喝喝茶，赚点小钱，身边还有灵儿陪着，安稳又自在，简直是神仙日子。是啊，只要能跟师叔在一起，不管日子过得简单还是富裕，我都觉得很开心。快喝茶吧，忙活一上午了，也累了。谢谢师叔。师叔，好强的威压！谁来了？成儿，离开了宗门，离开了我，是不是太舒服了？看着你这般悠闲自在，倒是让本尊有些羡慕啊。仙尊，您怎么来了？完了完了，怎么把这尊大佛给忘了？他怎么会找到这里来？这下麻烦大了，我要好好编一下自己离开宗门的苦衷才行。怎么，见到本尊就这么害怕？还是说你觉得离开了宗门就可以摆脱本尊，摆脱你所欠下的一切了？成儿，你别忘了，这么多年本尊培养你所花费的资源，从灵石到功法，
从丹药到法宝，数不胜数。还有你在宗门期间自己调动的所有宗门资源，也都不是免费的。现在你脱离宗门，拍拍屁股就想一走了之，天下间可没有这么便宜的事情。希望你自己好好想想要怎么办，尽早给本尊一个答复。要是晚了，那么后果自负。仙尊，师叔，你没事吧？仙尊他说的话是什么意思啊？我没事，只是我太天真了，太想当然了。我怎么就忘了呢？仙尊是什么人？在原著里面，他从头到尾都是战力最顶尖的存在，是整个修仙界最不能招惹的人之一。那些曾经招惹过他、背叛过他的人，没有一个能活下来。看来，有些因果，并不是摆脱宗门就可以解决的。仙尊培养我这么多年，花费的资源确实不计其数，他怎么可能就这么轻易的放过我？这姑奶奶怎么找上门来了？她该不会是反应过来我在大殿上是胡逞的，现在提着剑来砍我了吧？你不用紧张，仙尊已经动用无上法眼，将秘宝殿内发生的事情查了个水落石出，夺取我宝物，并且从背后偷袭我的人，不是你，是赤源。果然神动打不过内。仙尊大怒，已经直接褫夺了赤渊的义女身份，将她贬为外门弟子。至于你，仙尊说念在你主动顶罪，虽然犯了欺君之罪，但可以原谅。限你3日内立刻滚回宗门赎罪，若敢抗旨不遵，便将你吊在宗门后山的极寒水牢里镇压100年。哎，果然，在这个长了无数双眼睛的修仙界，什么事情都瞒不过那位手眼冲天的大 boss。那啥，苏师妹，你看我这都在外面安家了，不回去行吗？不行，宗门庆典在即，功法堂堆积如山的事情等着你去处理，你尽快动身。唉，终究还是躲不过这该死的命运啊！赵师叔，我是来道歉的。之前在大殿上是我故意诬陷你，我以为只要把你逼入绝境，你就会向我妥协，交出那10万灵石。但我千算万算，终究是棋差一招。你来找我，就是为了说这个？我背负着那份100万灵石的神魂契约，为了延长偿还时间，我只能答应他们，去参与一个十死无生的危险计划。师叔，以前是我贪慕虚荣，咎由自取，下次再见，你我恐怕便是生死仇敌了。珍重。这他妈都是些什么事儿啊！老子只想安安静静的做个好人，顺便退个休，有这么难吗？一个个的都跑来给我添乱。唉，虽然这丫头确实可恨，但要是她沦为魔教的走狗，那我之前岂不都是白运？哼，算赤渊你走运，老子手里刚好有个卦。哈哈哈哈哈！赤渊啊，赤渊，你还不是落到我们手里了？等这契约上的日期一到，你若是还不上灵石，便只能化为没有神智的顶炉傀儡。到时候，本座要将你扒光衣服，像母狗一样拴在九幽阁的门柱上，让全天下的修士都来看看，当初高高在上的仙尊一女是如何在我们身下摇丸乞怜的。早知如此，何必当初？如果我没有被那花花世界迷了眼，如果我能坚守本心，
不过世渊，本座现在打算给你一个机会，只要你答应做我们九幽阁的卧底，前回宗门，把仙尊的闭关虚实和宗门大阵的核心机密传递给我，本座不仅当场撕毁这份契约，还能让你继续过上挥金如土的日子。只要你签下这份效忠契约，你不仅能活，还能拿回你想要的一切。这笔交易很划算吧？确实很划算。要是以前的我，恐怕连想都不想，就会像狗一样扑上去签了吧。但现在的我已经不在乎这些了，灵石再多又如何？我过去所丢失的尊严买不回来了。此前我未能报答仙尊的养育之恩，甚至让他蒙羞，我今日唯有以死明志，绝不做背叛宗门、背叛仙尊的猪狗。敬酒不吃吃罚酒的蠢货，做现在就把你擒下，先让弟兄们好好享受一番，再把你炼成最下贱的血魁。动手！赵师叔，你为什么？身为宗门长老，怎能眼睁睁看着我宗弟子被这群阴沟里的老鼠随意欺辱？我不要面子的吗？是赵成，这个老怪物怎么来了？不可硬拼，我直接引爆神魂契约，先把这小婊子炸死再说。师叔，快走！契约引爆了，不要管我，快走！闭嘴！本长老让你撒吗？给我破！不可能！这是天道血气，你怎么可能徒手毁了他？到底做了什么？一起上！杀了他！魔教妖人，胆敢欺辱我宗弟子，罪该万死。仙尊法旨，弟子赤渊虽曾误入歧途，但在生死关头临危不惧，坚守气节，宁死不屈，没有坠了仙尊的威芒，特赐复其仙尊一女之尊位，即刻随赵成长老一同返回宗门。弟子赤渊谢仙尊隆恩，谢赵师叔救命之恩。赤渊发誓，今后必痛改前非，若再贪图半分虚荣，必叫我天打雷劈，神魂俱灭。检测赤渊仇恨值100%，目前好感度30%。得，这支线任务总算是完美打通了。就算回到宗门，大抵也是没什么危险了吧？这碗凝神汤是我亲手熬的，师叔最近劳心劳力，喝我的最补。你那汤寡淡无味，哪有我这百年参汤管用？赵成之前下山受了惊，就得靠这个补气血。师叔，你看他，明明是你自己不小心，别想装可怜博同情。好了好了，别吵了，2碗我都喝，行不行？你们俩的心意我都领了。这段日子确实挺快活的，灵儿和赤渊的仇恨值都被削弱了，苏世隐也对我改观不少。按说我该安心才对，可为什么心里总觉得不踏实？再过10日便是宗门100年大典，也是原著中原主丧命的关键节点。原著里击杀原主的一共有7个女子，现在已经出现了3个，而且对我的恨意都消了大半。可剩下的药王谷传人、东海龙族公主、幽冥宫少主、魔教圣女，按剧情早就该露面了，怎么至今一点动静都没有？难道真的是我这些日子的努力改变了剧情走向？赵师叔，山门外有一位女子求见，她说她是您的小姨。小姨？你说什么？我有小姨？不可能，原著里明明写着原主是个孤儿，从小被仙尊从乱港捡回宗门，无亲无故，怎么会突然冒出一个小姨？剧情
剧情怎么开始往我不知道的方向走了？知道了，你把他带进来吧，我在堂内等他。是。师叔，你真的有小姨吗？我怎么从来没听你说过呀？我也不知道，见了就知道了。哎，你干什么？你到底是谁？真的是我小姨？成儿，我的好外甥，小姨可算见到你了。姨都听说了，你为了完成我们圣教的卧底任务，多次舍命刺杀苏诗晴，虽然可惜失败，但圣教的各位长老都对你赞不绝口，十分欣赏你呢。圣教？你说的圣教，难道是魔教？我是魔圣派来这里的卧底。小姨，你好好说清楚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绝对不可能，原著里半个字都没提过这件事。赵成明明就是个仗着仙尊宠爱胡作非为的纨绔君子，怎么会是魔教卧底？成儿，你怎么能这么说？什么魔教？那是那些正道伪君子对我们圣教的污蔑。当初圣教付出了巨大的代价，牺牲了不少弟子，才将你安插在仙尊身边。这件事除了教主了和几位核心长老，再没有人知道。我们也不能轻易联络你，否则一旦暴露，所有的努力都将前功尽弃。可我根本不知道这件事啊！我从来没有做过什么卧底任务。小姨知道你心里可能有怨气，或许是这些年在宗门待久了，一时忘了自己的身份。没关系，小姨这就证明给你看。这还真是魔教弟子特有的专属烙印，什么时候印在我身上的？赵成竟然真的是魔教派来的卧底，难怪原著中原主是莫名其妙的挑衅苏诗莹，偷宗门功法打压新晋天才。原来这一切都不是巧合，是故意的。难道是原著作者最开始就这么设定的，只是没写出来？小姨，你这次来到底是做什么的？当然是来接你回去的。我们圣教老教主即将退位，正要选拔新的教主，各位长老都觉得你这些年潜伏有功，能力超重，特地提名你参加教主竞选。小姨这次来就是带你回圣教总坛的。小姨，这件事太突然了，你让我好好想想。你先在宗门附近的客栈住下，我明天给你答复。好，小姨不逼你，但是你要快点做决定，竞选的日子可不多了。立刻来大殿见我。完了，不会是我和小姨的谈话被仙尊听到了吧？这魔教也太不专业了，布的什么破阵法，连仙尊的探查都挡不住。辛苦潜伏这么多年，就这么暴露了？仙尊，您找我？本尊得到消息，魔教3日后将在黑木崖举行教主大选。来了，他果然知道了，肯定是听到我和小姨的谈话了。怎么办？他会不会现在就杀了我？魔教作恶多端，一直是我的心腹大患。此次教主大选，魔教所有高层都会齐聚黑木崖，正是我们一举重创魔教的好机会。本尊决定派你伪装成魔教散修，潜入黑木崖，伺机破坏教主大选，最好能够趁机杀死新当选的魔教教主，让魔教陷入内乱。仙尊，你让我去魔教搞破坏，还要杀新来教主？怎么，你不愿意？愿意，弟子愿意，弟子愿意为宗门赴汤蹈火，在所不辞。我敢不愿意吗？我要是说不愿意，恐怕现在就被你一巴掌拍死了。我这是成了双面间谍了。这是魔教散修的身份令牌和基础功法，你好好研习，避免露出破绽。这个玉瓶里是易容丹，服用后可改变容貌气息，保证你万无一失，不会暴露身份。记住，此次任务事关重大，只许成功，不许失败。若是你敢背叛宗门，或者任务失败，本尊定不饶你。弟子遵命，弟子定不辱使命。好了，你回去准备吧，明天一早启程。完了，这下彻底完了。魔教让我回去竞选教主，仙尊让我去搞破坏杀教主，我夹在中间怎么做都是死，这日子还怎么过？晨儿，想好了吗？要不要跟小姨回圣教？小姨，我想好了，我跟你回去，我们明天一早就启程去参加教主竞选。太好了，晨儿，小姨就知道你不会让圣教失望的。这次回去，我把圣女介绍给你认识，
她长得倾国倾城，修为高深，性子也好，和你简直是天造地设的一对。小姨一定撮合你们，让你们早日成亲。圣女还要撮合我们成亲，这是雪上加霜啊！一边是仙尊的夺命任务，一边是魔教的教主竞选，还要应付一个素未谋面的圣女，我这是造了什么孽啊！